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覺得素食就是清淡啊、沒味道啊、吃不飽，那今天這支影片呢，絕對會顛覆你的這些三觀。最近天氣一直都是冷冷的，是不是很想吃那種熱乎乎、湯汁很濃、拌飯可以吃3碗的料理嘞？通常大家會想到滷肉啊，但今天我要教你們做的這道麻油野菇爆汁白菜滷，我敢說它的鮮味還有厚度呢，完全不輸給葷食哦。我是寶媽媽，今天呢，我們不只是要做菜，我要來分享5個大廚不說的小撇步，從怎麼挑白菜才甜，到怎麼把杏鮑菇做成干貝的口感，統統不藏私告訴你。這支影片呢是滿滿的乾貨，建議大家先收藏起來，隨時可以複習哦。那我現在就來開始備料。再來是我們的素肉擔當杏鮑菇，要挑這種餅粗、顏色乳白，摸起來乾爽，不會粘手，它沒有粘液在它表層。如果摸起來濕濕滑滑的，那就代表不新鮮了，煮出來就會有怪味。把它切成圓片狀，然後在杏鮑菇的表層切上格子紋路，模擬干貝。頻道之前有分享過用杏鮑菇做干貝，大家都可以回顧看看之前的影片。切出來會像這樣子，有格子紋路。杏鮑菇放盤中，板豆腐準備1盒。我通常把豆腐的盒子上面那一層撕掉之後，這個盒子先留着。現在我把這個豆腐切成塊狀。現在就是要拿來做凍豆腐，把它放進盒子裡面。這是這道菜的秘密武器——凍豆腐。大家知道嗎？凍豆腐其實可以自己做，買一般的板豆腐，然後切成塊狀，直接丟去冷凍庫裡面冰1天。它的內部結構會被冰晶撐開，變成海綿一樣。這就是為什麼它能吸收湯汁的原因。如果你買現成的，記得一定要先退冰，然後把水擠乾，這樣才有空間去吸收麻油湯汁。我就是再重新把它擺回來，這樣子就拿去冷凍庫裡面冷凍。把白菜葉子一片一片剝下來，在梗部切上幾刀。首先，料理要好吃，食材挑選佔了50%。我們的主角大白菜，你們去市場都怎麼挑呢？很多人喜歡挑那種拿起來很沉、很扎實的，覺得這樣才划算。錯了，做滷白菜我們要挑手感稍微輕一點的，葉片包得稍微鬆一點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種包得鬆的白菜，生長期比較足，水分也夠，口感會更脆甜，而且更容易煮軟入味。太扎實的反而適合拿來做韓式泡菜。現在我們來切白菜，大白菜的部分記得梗跟葉子要分開。切梗的時候，我們用拉斜刀的方式，刀子斜着切，切面變大，纖維被切斷，這樣白菜梗才會軟得快，甜味才釋放得出來。葉子就隨便切大段就好，因為它縮水縮得很快。今天我用1/3顆的分量，因為大家都吃的不多，炒一小盤就好。記得梗一定要分開放。來，開火了，要開始煮。這一步是關鍵哦。很多人煮菇類料理覺得有一股生味或是土味的，就是因為少了這個步驟。鍋裡一滴油都先不要放，直接下杏鮑菇。我們要利用鍋子的熱度逼出菇裡面的水分，這是一個耐心的過程。你會先看到出水，然後水蒸發，接着你就會聽到滋滋的聲音變了，菇的表面開始出現金黃色焦痕。這個過程產生了梅納反應，菇的香氣會變得比較像肉香，一定要煸到這種有點恰恰焦黃色的程度。鍋內放入適量的油，把薑片放進來煸香。
現在放的油是一般的油，記得不要放麻油。麻油如果這時候下高溫炒太久會變苦，營養也流失了。我們用一般的油把薑片煸到焦香，釋放薑的暖辣味。薑片炒到現在有焦香，有捲曲了。現在下白菜梗，一定要把梗炒軟，炒到有點透明，這時候白菜的鍋氣才會出來。如果直接加水煮，那就是水煮白菜，味道層次就完全不同了。而且這樣子炒，薑的香味還有薑煸出來的油，都會讓白菜吃到它的細胞裡面去，讓它變得更香、更有層次感的味道。現在可以放入杏鮑菇進來，加點水進來，蓋過食材一半，拌炒一下，放入凍豆腐，還有6塊豆皮，我已經泡過熱水去油。再補第2次水，加水之後，我們把這2個稀湯雙寶凍豆腐還有炸豆皮，給它攪拌均勻。現在來調味，素蠔油1湯匙，鹽1茶匙，糖半茶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。這樣子簡單的調味料就可以了，給它翻炒一下。素蠔油可以提鮮色，冬天當然必備要白胡椒粉，所以也放一些進來。凍豆腐給它拌鬆，調味料有翻拌均勻。現在蓋上蓋子，轉小火燜5到8分鐘。這段時間讓白菜釋放水分，讓凍豆腐吸飽湯汁。時間到了，哇！開蓋的瞬間，那個白菜的甜味已經飄出來了。最後把葉子放進去燙熟就好，輕輕的給它翻炒，不到幾秒鐘，葉子都已經軟下去了。重頭戲來咯，關火。對，你沒有聽錯，關火或者是轉成最小的微火。這時候淋上我們的黑麻油，利用菜的餘溫去激發麻油的香氣，但又不破壞它。這樣端上桌的時候，那個麻油香才是最頂的。稍微給它翻拌一下。哇，這香氣好誘人哦！所有味道都已經融合了，可以關火起鍋哦。我們來驗收成果啦，先吃看凍豆腐。凍豆腐花了一些時間做，吃吃看。哦，好多汁哦，汁都露出來了，咬起來很扎實，蜂巢狀的感覺。凍豆腐裡面啊，滿滿都是白菜的甜味，還有麻油香，都集合在裡面，吸得滿滿的醬汁。再來一口杏鮑菇，這個杏鮑菇很漂亮，金黃色的，很有嚼勁，完全不輸給雞肉。杏鮑菇越咬越香，雖然它很有纖維感，但是就是要吃這種感覺，好吃。這道菜啊，有纖維，有蛋白質，有好的油脂。重點是超下飯的，飯要記得多煮一點。其實啊，做素食真的不難，只要掌握乾煸香菇、後放麻油，還有食材分層處理這幾個原則呢，你也可以做出讓家人不管吃不吃素的家人啊，都搶着吃的料理。今天的影片，希望這些小知識對你們有幫助。我想問問大家，你們做白菜滷的時候會不會加蛋酥呢？還是有什麼獨家的配方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我們一起交流。如果喜歡這種詳細講解的影片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，還有追蹤粉絲頁，還有 IG， 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鼓勵。我是巴拉媽，我們下道美食見嘍，拜拜。